10分钟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来读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斯·埃里克森的刻意练习。很多人认为顶尖高手都是天赋异禀，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企及。然而，埃里克森的研究颠覆了这种观念。他发现，所谓的天才背后都有系统化、科学化的训练方法。这本书用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正确的练习方式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。密码就藏在这本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书里。第一部分，天赋是个美丽的谎言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观念，成功需要天赋。看到别人弹的一手好钢琴，我们说他有音乐天赋；看到别人数学特别好，我们说他有数学天赋；看到别人记忆力超强，我们说他天生就聪明。但是埃里克森教授用30多年的研究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错误的认知。你知道莫扎特的故事吗？很多人都认为莫扎特是音乐天才，3岁就会弹钢琴，6岁就开始作曲。但真相是什么呢？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教师，他从莫扎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进行密集的音乐训练。莫扎特并不是天生就会弹钢琴，而是从3岁开始就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训练。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，是在他接受了超过10年的密集训练之后才创作出来的。埃里克森教授和他的团队研究了小提琴学院的学生，他们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：到20岁时，那些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，平均练习时间超过1万小时；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，平均练习时间约为8000小时；而那些只想当音乐老师的学生，平均练习时间不到4000小时。区别不在于天赋，而在于练习的时间和质量。但是这里有个关键问题：为什么同样练习1万小时，有些人成为了大师，有些人却还是业余水平？答案就是练习的方式不同。大部分人进行的是天真的练习，也就是简单的重复。你弹钢琴弹了10年，但如果只是重复弹那几首熟悉的曲子，水平不会有太大提升。而真正的专家进行的是刻意练习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练习方式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练习了很久却没有进步。他们以为只要投入时间就能提高，但实际上如果不采用正确的方法，再多的时间也是浪费。就像你在家做了1万小时的饭，也不一定会成为顶级厨师，但有人在专业厨师学校培训几周后就能高薪就业。区别在于什么？在于是否进行了刻意练习。埃里克森教授的研究还发现，专业技能的获得是大脑可塑性的结果。当我们进行刻意练习时，大脑会发生物理性的改变。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伦敦的道路极其复杂，出租车司机需要记住25000条街道的位置。研究发现，资深的伦敦出租车司机，他们大脑中负责空间记忆的海马体比一般人要大。这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塑造出来的。这个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潜能的边界。我们总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，总是给自己设限。当我们说我没有数学天赋，我不是学语言的料，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缺乏正确方法找借口。真相是，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几乎任何领域达到专业水平，只要他们愿意投入足够的刻意练习。第二部分，刻意练习的终极密码。刻意练习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自己在进行刻意练习，但实际上只是在做无效的重复。刻意练习的第一个要素是走出舒适区。什么叫舒适区？就是你能够轻松应对的范围。如果你弹钢琴，总是弹那些你已经很熟练的曲子，那你就是在舒适区里。如果你学英语，总是用那些你已经掌握的单词和句型，那你也是在舒适区里。舒适区里的练习是无效的，因为它不会带来新的成长。真正的刻意练习要求你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做那些刚好超出你当前能力范围的事情。就像举重一样，如果你总是举那些对你来说很轻的重量，肌肉不会增长。只有举那些接近你极限的重量，肌肉才会被迫适应和成长。埃里克森教授研究过一位钢琴家，这位钢琴家每次练习都会选择一些技术上有挑战性的片段反复练习，而不是从头到尾弹完整首曲子。他会把困难的部分单独拿出来，慢速练习，直到完全掌握为止。这种练习方式虽然不如弹完整首曲子那么有成就感，但效果却好得多。刻意练习的第二个要素是及时反馈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练习投篮，但是看不到篮筐，不知道球有没有进，这样的练习有意义吗？当然没有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练习。比如有些人学英语，总是一个人默默背单词，从来不开口说话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发音对不对，语法有没有错误，这样的学习效率当然很低。有效的反馈需要满足几个条件。首先，反馈必须是及时的，你做错了要马上知道。其次，反馈必须是具体的，不能只说你做的不好，而要指出具体哪里不好。第三，反馈必须是可操作的，要告诉你如何改进。
最好的反馈来自于专业的教练或导师，他们有经验，能够识别你的问题，并给出具体的改进建议。这就是为什么自学往往效率不高的原因，因为你很难给自己提供准确的反馈。就像我们照镜子，总觉得自己挺好看的，但拍照片就会发现各种问题。刻意练习的第3个要素是专注，这里的专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注意力集中，而是全身心的投入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练习了很久却没有进步吗？因为他们虽然在练习，但思想却在开小差。比如有些人练钢琴的时候，手在弹琴，脑子却在想别的事情，这种练习几乎没有效果。真正的刻意练习需要你全神贯注，这意味着你会感到疲劳。埃里克森教授发现，即使是世界顶级的专家，他们每天也只能进行3到5小时的高质量刻意练习，超过这个时间，注意力就会下降，练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刻意练习的第4个要素是重复和改进，这里的重复不是机械的重复，而是有意识的重复。每一次重复，你都要试图比上一次做得更好。就像一位书法家，他不会满足于写的差不多，而是要求每一个笔画都更加完美。这种不断的改进需要你有很强的自我觉察能力，你需要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差别，知道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不同，哪里做得更好，哪里还需要改进。这种能力本身也需要练习才能获得。刻意练习还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它往往不是令人愉快的，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反。我们总以为，如果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很厉害，那他一定很享受这个过程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高手往往要忍受大量枯燥和痛苦的训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成长总是伴随着不适。就像健身时肌肉的酸痛，虽然不舒服，但这正是肌肉在成长的信号。如果你在练习时总是感觉很轻松、很愉快，那么你很可能没有真正在进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刻意练习是纯粹的痛苦。相反，当你通过刻意练习突破了某个难点，获得了新的技能时，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。这种成就感会激励你继续进行下去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。第3部分，突破瓶颈，持续进步的策略。在刻意练习的路上，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。什么是瓶颈期？就是无论你怎么努力，技能水平似乎都不再提升了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感到沮丧，甚至想要放弃。但埃里克森教授告诉我们，瓶颈期其实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，关键是要学会正确应对。首先，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瓶颈期。当你刚开始学习某项技能时，进步往往很快，因为你在学习基础知识。但随着水平的提高，进一步的改进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这就像爬山一样，山脚下的路比较好走，但越往上越陡峭。瓶颈期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你需要改变练习方法了。如果你一直用同样的方法练习，大脑就会适应这种模式，不再产生新的连接。这时候，你需要找到新的挑战，用新的方式来刺激大脑。突破瓶颈的另一个关键是找到具体的改进点。很多人练习时缺乏针对性，不知道自己具体需要改进什么。这就像一个学生说我要提高数学成绩，但这个目标太笼统了。更有效的做法是具体分析，是计算能力不行，还是解题思路不清晰，是基础知识不牢固，还是应用能力不足。有效的改进需要你能够精确诊断自己的问题，这需要你有很强的自我觉察能力，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。一个好的教练能够帮你发现你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，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。埃里克森教授还发现，突破瓶颈往往需要你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，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。比如，一个程序员如果想要进一步提升，可能需要学习设计思维、用户体验，甚至心理学。这些看似无关的知识，往往能为你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。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寻找更强的对手。如果你总是和水平差不多的人一起练习，很容易陷入舒适区。只有当你面对更强的对手时，你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，才有动力去改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运动员要请比自己水平高的陪练，为什么很多音乐家要参加大师班。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设定阶段性的目标。长远的目标虽然重要，但太遥远了，难以提供及时的动力。而阶段性的目标可以给你持续的成就感，让你看到自己的进步。比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讲者，可以先设定能够在朋友面前流利地讲一个5分钟的故事这样的小目标。另一个保持动机的方法是找到练习的乐趣。虽然刻意练习本身可能不是很愉快，但你可以在其中寻找有趣的元素。比如，你可以把练习当做一个解谜游戏，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谜题。你也可以记录自己的进步，看到自己一点一滴的成长。最后，要学会接受失败。在刻意练习的过程中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重要的是要把失败看作学习的机会，而不是打击自己信心的理由。每一次失败都能告诉你什么地方需要改进，这些信息是非常宝贵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掌握了刻意练习的方法，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
你不再需要羡慕别人的能力，因为你知道这些能力都是可以通过练习获得的。你不再害怕学习新的技能，因为你有了科学的方法。你不再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放弃，因为你知道这只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，任何一个健康的人生来就不具备杰出表现的能力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